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近日，熟知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里奥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向看中国独家披露了一则消息。他说，在中共暴政的视野当中，美国与欧洲的左派政客乃是天真到愚蠢程度的傻白甜小妞，可以任由其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北京官场的一个传言，所以呢，才有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的狂妄之语。袁宏斌说，在川普 1.0 出现之前30余年间，美国与欧洲的左派政治势力主导西方的国家命运，左派政客势力将所谓的政治正确推进到极端状态，导致西方自由哲学异化成违背正常理性、天赋人伦和一般常识的存在。我们常说人文历史它是意志的实现，正是由于左派政客势力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极端化变异，导致了美国与欧洲国内意识形态分裂，经济失去蓬勃的活力，社会治安恶化，非法移民竟成为从美国到欧洲的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我们看到马斯克政府效率部最近揭示出美国政府机构的官僚化、腐败化，还有美国军事能量的相对弱化，性别认同出现违反天赋人伦的混乱等等。那就是呢，在左派政客势力泛滥之下，从美国到欧洲乃至到日本、澳大利亚，都一度把中共暴政的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当作政治正确的象征。那么正是这种持续近30年的绥靖主义，为中共暴政提供了战略发展的机遇期，使中共经济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一个经济暴发户，成为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那中共暴政同西方的左派势力勾肩搭背的同时呢，就把爆发的经济能量转化成了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能量。所以呢，一直到今天，中共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自由民主世界的主要和重大的威胁，成为企图取代美国掌握国际秩序立法权和执法权的邪恶力量。马克思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是要借中共暴政之师还魂，并且进一步主宰人类命运。袁宏斌指出，那么现在川普 2.0 奇迹般归来，显然他要一举扭转西方左派政客势力所造成的颓势。所以呢，我们看到川普改变世界的战略，就是从挽救西方的自由开始。不久前，围绕着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以及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我们看到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后面呢，其实显示出一个明确的主题，那就是川普及其执政团队不仅要拯救美国的自由，而且还试图拯救乃至遭受左派政治势力长期荼毒的欧洲的自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以一种西方牛仔式的粗犷而直率的风格，向欧洲表达了至少如下几项川普及其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这第一呢，欧洲已不再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中心，国际政治中心已经由欧洲转移至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第二呢，俄罗斯虽然有强大的核武库，但是俄罗斯相对弱小的经济能量和经济体量，注定俄罗斯没有能力成为世界范围内威胁的可能性，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威胁。第三呢，美国不再把保卫欧洲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欧洲必须进入到自己保卫自己的新时期。第四，美国将以决绝态度和方式将美国国家能量转移到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共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对美国与世界的自由民主事业的这种急迫而严峻的威胁。所以呢，我们说川普不会被世界改变，川普他要改变世界。他改变世界第一个方向，那就是要彻底的瓦解由中共暴政、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所形成的当代轴心国的邪恶同盟，以消除整个人类自由民主事业的政治威胁。另外呢，川普就是要改变现在继承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为以所谓的全球化的背景为现行的许多国际政治秩序，已经成为被2种力量操控了。这第一种力量呢，是中共的暴政，通过长期金钱收买，已经渗入到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之中，而且呢，通过这些被他收买和掌控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已经形成了服从中共暴政的这么一种国际秩序。而另外一种势力呢，就是欧洲某些国家左派政客势力，
那比如说法国、德国，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他们不断地向中共摇动橄榄枝，想要跟中共保持什么经济关系，保持一定的国际政治联系等等。所以呢，川普与他的执政团队就是要废止现在以所谓的全球化为特征的继承的国际秩序。因为 G20 会议现在显然是受到中共暴政相当程度上操控的一次会议，而且呢，其中又渗透了很多西方左派政治势力，所以美国就以不参加这种会议来宣示自己要改变受到中共暴政相当程度上操控的这种世界格局的意志。此外呢，袁宏斌还透露，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根据北京官场耳语通报，在经济下滑的大趋势之下，习近平为发动台海战争筹备军费，提出2项措施。第一项措施就是要中纪委对于离退休的官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本人与家族成员交出过去获得的非法财产，并以交出非法财产就免除处罚作为交易。据说呢，包括刘云山、贾庆林、温家宝在内的官员已经陆续开始受到中纪委的约谈。所以呢，北京官场就耳语说了，在红军时期呢，党是靠打土豪分财富，搜刮资本家来筹集军费。现在习近平是要通过搜刮自己人来筹集军费了。而习近平要筹集军费的另外一项措施呢，那就是要再一次割民营企业的韭菜。我们大家都知道，近日习近平高度接见一些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个接见的过程当中呢，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时候呢，用音乐掩盖了习近平的讲话。那是因为习近平当时讲的一段话不足为外人所道。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习近平主要是讲了一段杀气腾腾的狠话。他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呢，要共体时艰，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民营企业必须要加大力度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出钱出力，同国营企业在关键领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营的机制。在艰难时期，有谁敢吃里扒外，躺平装死，国法不容。所以习近平呢，这段话实际上是要民营企业出血，要抢民营企业的钱。有分析指出，台下民企大概都能领会到习这番话的意思，那就是民营企业的活路就是共产党给的，得背负着共产党的利益。如果你不认同呢，杀鸡儆猴的例子已经摆在那儿了。阿里巴巴马云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注定了民企在中共统治之下成为中共利用的棋子。特别是发展越大，社会影响越大，在效忠中共的路上被中共捆绑的命运越牢固，同时呢，还面临着被国际社会制裁的风险。比如说，这次出席会议的民营企业中，华为被美国商业部列入了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实体名单当中里。还有呢，近日在国际上引发争议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人工智慧被国际社会抵制，新能源电池的宁德时代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与中共官方有联系的公司黑名单等等。习这次接见民营企业家，正值美国加紧遏制中共科技发展之际，出席会议的民企名单泄露习的意图，那就是利用民企的一技之长跟美国一争高低，为中共全球争霸事业冲锋陷阵，成为中共出海作战的特洛伊木马。这些遭到美国制裁的民营企业家也只能乖乖地为中共效命。那民企会议以后呢，阿里巴巴于2月24号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投资大约是3800亿人民币用于人工智慧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这应了前面习教训民企的话。那么习是真的要扶持民企，还是要把民企只当提款机呢？在中国国内，总体民营经济在萎缩，经济形势恶化，加上中共政策向左转，因此呢，很多中小企业倒闭，民营企业家整体的资产大幅缩水，信心严重不足，民间投资连续2年负增长，加上房地产崩盘，地方财政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资撤离，经济是每况愈下。时政评论员唐晶认为，中共嘴上喊支持民企，实际上重点还是国企。在保证国企必须多盈利的政策之下，市场份额必然要从民企手里抢。而且呢，主要行业规定国企主导，一些行业禁止民企涉足，同时加紧对民企的控制，通过种种操作养大国企，榨干民企。
比如过去几年，房地产界的万科被国资接管，中共对科技公司用铁拳整治，阿里、腾讯、美团都被重罚拆分。而现在他们换了新的手法，用国资渗透进企业，把控制权慢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是换个方式的公私合营。遭到中共迫害，流亡海外的民营企业家屈成松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每一次政策调整都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为了稳固住政权，巩固利益，最终目的是引蛇出洞，再次收割，把民企经济当成缓解财政压力的牺牲品。今年以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遭到中共的迫害。在去年3月，数十名流亡海外的民营企业家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权益保障联盟，揭露中共对他们的迫害。该联盟理事长孙继亮说，中共全部的目的只是为了掠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并附带着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的家庭成员，甚至企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实施人身的迫害，因为消灭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初衷。几十年来，中共对民企不断打压，使民营经济遭到重创，如贵州女企业家马一加一向省政府讨要工程款而被捕，但中共为了转移矛盾，却挑起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孙继亮说，我们揭露中共的这些黑幕，就是要提醒国外的投资者和我们还在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清醒，不要受到邪恶的骗取。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见。